中国的日历是2026年，所以各位完全不同啊。当然这个地方呢，我希望在座各位，请一定怀着一颗崇敬的心去看这个地方。好啊，请不要以环境来看这个地方，你要以环境来看。接下来我们前往到的红庙，给你们感觉可能叫3个字，犹太会叫3个字，对犹太教。但是你以崇敬的心去看，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李连杰要花1个多亿。接下来你们就会亲眼看到，他为什么要花1个多亿在这个地方捐款出来，修建一座寺庙。跟您培养一下感情嘛。啊，让无数人要到这个地方来。我要坐在里面。那么我们前往到红庙以后呢，在咱们这个佛教文化当中啊，因为这个地方各位是佛教文化场所，它不是印度教文化场所啊。如果是印度教文化场所，在座各位女性朋友，大部分你是进不去的，因为你的头发没有扎成马尾辫，你进不去啊。但是佛教场所呢，巴基斯坦也好，不是巴基斯坦，尼泊尔也好，这个印度也好，吃的很饱，我斯里兰卡也好，全佛教场所呢对穿着打扮没有太高的要求，但在世界上，在泰国对佛教场所对我们的穿着打扮要求是很高的。比如像今天，我还好，我的裤子是符合标准的，因为我的裤子已经挡住了膝盖。如果您穿的是裙子，如果您穿的是吊带，如果您穿的是短裤，那么在泰国的佛教场所是不会允许你进去的啊，因为它是小乘佛教场所。所以昨天晚上我们这位朋友给我发信息啊，问我大乘佛教怎么回事，小乘佛教怎么回事。我给他回的信息是：你愿意听，今天请仔细听我给你们讲啊，因为世界文化是多元的啊。我们中国很大，但是我们国土面积还比不了美国，比不了加拿大，比不了俄罗斯。世界上有无数个民族，不同的民族各位，我们有不同的文化，所以不同的民族文化，我们应该保持一颗相互以尊重的心态去看啊。但是在佛教文化当中呢，希望大家以尊敬的这种心态去看啊。里面有全世界唯一的你能看到午门的地方。什么叫午门？天门、地门、水门、火门、空门，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地方。当然，如果你不只听，不只给你看，你根本无法理解，在佛学文化当中，这午门到底代表着什么意思啊？今天早上，我和1号车的有位朋友在这个地方聊天，我们车上有2位朋友看到了，我们1号车的有位朋友聊天。我把我在寺庙里修行的照片给他看了一下，但是我没有给在座的任何一位朋友看，因为以前我在国内的时候，我就是在青海省朗千县，也就是玉树州啊，朗千县巴麦市，我以前就是地地道道的僧人。当然，你还不能叫我叫喇嘛，因为我还没有学到那个地位。所以，包括我们到寺庙，各位请记好，不是你看到的所有僧人，你都要叫他一声和尚。不是你看到的所有僧人，你都要叫他一声喇嘛。各位，佛学果位总共有多少？13阶台阶果位。所以我们看到的佛塔，你仔仔细细的看，你会发现，在佛钵上面总共有13层，啊，总共是有13层。所以如果您仅仅是拍拍照，你不明白这13是什么意思。我们中国人通常讲这句话，比如救人一命胜造几级浮屠，各位。那么请问这7级又是怎么回事，对吧？所以我们出国以后了解到很多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各位了解不到的文化，这是旅游真正的意义啊！真的，以我的观念来讲啊，我们讲真话来讲，也不怕得罪任何人来讲。当然，这也是修行的目的，遵从自己真实的内心啊。如果旅游成了你仅仅是出来拍个照、打个卡，各位。他一定没有你在电视上看的好看，一定没有别人拍的照片在抖音上发的好看，因为别人会修图，别人会说白了，别人会造假。就好像我经常跟男性朋友开玩笑，你随便打开抖音输美女2个字，你发现抖音上的女的好像都漂亮的不得了，但是当你看到她的本尊的时候，你会发现哪有那么多漂亮，对不对？因为它都是以假的一面在示人。而到尼泊尔来干嘛？以佛学最精粹的思想来讲，各位找回真正的自我，洞悉世间万物的真相啊！
那么世界的真相是什么？世界的真相，比如在座我们所有的朋友，以佛学的道理来讲，今天已经到了佛灭的这个年代，那么世界已经进入了末法时代，所以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不结婚，越来越多的人没有办法生小孩，越来越多的人男不像男，女不像女。各位，如果你对佛教经典多多少少听说过，这是宗教在2500年前，也就是我们中国在周王朝时期，你很难相信，但是它是事实。佛学经典就已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未来将会变成什么样的世界啊！2500年前，佛学经典就已经写得很清楚。今天我们将会进入末法时代，所以你们要用豆包查的朋友，你也可以用豆包查一下。我相信豆包应该会正确的告诉你，最起码比较正确的告诉你，什么叫末法时代。空中飞的鸟当是铁的翅膀，地上跑的马当已经变成了铁皮，男不再像男，女不再像女。人追求物质已经到达一定的高度，但是精神已经进入极度空虚，世界将进入末法时代。所以大家发现没有，最近这些年是不是气候越来越极端？包括这个世界，大家发现没有，是不是越来越极端？所以我们生活在中国，目前来看还是非常幸福的，因为最起码我们远离战争。而世界上各位，今天无数的国家还在战火当中，所以佛学能够让我们内心世界，各位变得平静，变得从容，也能够让一个人的心境叫做上升到一个维度空间。所以接下来仁亲问大家几个问题愿意的朋友请回答你信不信不重要，请问各位是否愿意相信人死有轮回？我们有4、5位朋友相信人死有轮回。当然很明显，车上有的朋友我相信你也是不愿意相信人死了有轮回的，对吧？那么请问佛学当中，印度教也好，佛教也好，哪怕基督教也好，各位哪怕伊斯兰教也好，请问他们阐述的因果对还是不对？这个不知道。不知道啊？对。不知道，我给你们举个例，比如王叔说对，前面阿姨说不知道。各位，什么叫因果？美国要去打伊朗，这是你的因，是你要先打我，对吧？接下来不好意思，我就要打你了。那么各位，特朗普大家看新闻了没有？前几天特朗普坐飞机都不敢坐空军1号了，看新闻了吧？因为伊朗已经知道他哪天什么时候要坐空军1号离开土耳其，所以人家直接告诉美国，我要用火箭弹把你的飞机打下来。各位，这就叫因果。最后特朗普坐到餐车里面换了一架飞机走。所以世界万物的因果是没有错的。你种的善，请相信未来你或者你的儿女将会收到善果。如果你这一生人种了太多的恶，也请你相信你或者你的儿女终将受到恶果。各位，这就是人世间最根本的真相。只是很多人不会把佛学经典当成是某种真相来看待，所以佛教各位就是告诉我们人世间的各种真相当然下车以后呢，各位请大家不要着急因为阿龙要负责全球买门票，这个地方是要买门票的，你很难相信它是世界文化遗产。各位，再次告诉大家，它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寺庙，它是由中国的五台山道场的哪一尊菩萨？你们都知道，中国4大佛教名山，峨眉山、九华山、普陀山，最有名的叫五台山，山西五台山是哪尊菩萨的道场？这个寺庙是因他才有的。文殊菩萨，开智慧的菩萨。什么叫开智慧？就是你洞悉了世间的很多真理。各位，这就叫做智慧，而不是说你很聪明，学习成绩很好。各位，不是这个智慧。学习成绩很好的人很多，但是他不一定具备真正的智慧，对吧？那么这个地方怎么来的啊？文殊菩萨是在中国，那么在他这个梦境中出现，在今天即将我们要到达的这个地方，各位就是你们往上坐的这一块，加德满都这一片。以前在历史上这里是什么？一片河谷，也就是说，各位我们现在在的位置以前全是河流湖泊那么文殊菩萨的梦见在这个河谷底下出现了光明，所以他从中国不远万里
来到尼泊尔这个地方，加德满都这个地方，文殊菩萨手上有什么法器？各位，文殊菩萨手上有个法器叫智慧剑，他用他的那把剑在这个河谷当中一剑下去，劈开了一条我们说的用中文的思维来讲，相当于排水渠，所以这个河谷水流清空以后，那么这片河谷今天才居住了整个尼泊尔这个国家3064万人口当中近600万人口，各位今天生活在这片土地，所以尼泊尔的人民群众对文殊菩萨的崇敬是非常高的，因为没有文殊菩萨以智慧剑劈开这个山谷，放掉河流，那么我们哪来的生存环境？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各位85%全是什么？下午你们就知道了。应该说这个地方，其实最后你就知道了，全是高山湖泊，几乎就没有平原，几乎就没有平原。所以文殊菩萨能以他的一把智慧剑造就了这片河谷，所以那么这个地方在当地人心中也好，在中国人心中也好，各位，它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因为中国人当中的信仰当中也有4大佛教名山，其中有一个也是最著名的，就是山西五台山。对吧？其次，当然排名不分先后啊，排名不分先后。比如四川峨眉山叫做普贤王菩萨道场，浙江普陀山，对吧？叫观自在菩萨道场。那么安徽九华山叫做地藏王菩萨道场。所以各位，不仅是尼泊尔这个国家，我们中国其实也有非常精深的佛学文化的场所所在。当然，广东非常著名的呢，就是离你的深圳比较远的，在广东清远，六祖慧能法师的真身像的位置所在。有没有朋友知道叫什么寺？而且，实话实讲，习大大今天为什么能上去，其实跟他爸爸当年做的无比大的功德的事是有关系的。这个从这个地方结束后，我讲给你们听一下，在国内不敢讲，啊。但在国外，我们可以大胆的讲，因为第一，它不是讲坏话；第二，讲的就是因果，对不对？为什么习大大和薄熙来2个人，一个人能够上去，一个人要臭名昭著，一个要坐进监狱？你想想，他们爸爸做了什么事，你就知道了。所以有时候各位来到非常圣洁的、殊胜的佛教场所，一定要一颗崇敬的心来看。你有没有信仰不重要，但是尊重是绝对没有错的。当然，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地方，如果有机会见到仁波切啊，因为尼泊尔的仁波切，各位是全世界所有高僧修行到仁波切这个等级，全世界尼泊尔相对来说是最多的啊。来告诉大家个名字，看看你们听说过没有？明就仁波切，听说过这个人没有？李连杰在美国花了2000多万治病，治不好，来到尼泊尔6次。寻找仁波切上师，希望仁波切上师能够给他做大圆满灌顶救他。各位看过新闻报道吧？看过李连杰的采访吧？最后李连杰在美国治不好的病，居然是来到尼泊尔这个国家。各位，我们仁波切上师给他做大圆满灌顶，居然救了他一命。所以科学的尽头叫什么学？对吧？大家一定听过这句话吧？科学的尽头，各位叫玄学。当然，我们也称之为叫神学。因为所有科学阐述的东西，你会发现在宗教的文献当中，几千年前早就写得清清楚楚了。比如我们先前问大家是否愿意相信人死了以后有轮回这个事，各位你不一定信；人死了是否有魂魄，你不一定信。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23年向全世界宣布，各位我们抓到了什么东西？看新闻了没？我们抓到了什么东西？我们在地下多少米？有没有哪位朋友记得？中国向全世界宣布的，我们在地下700米捕捉到了中微粒，各位，也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所说的魂魄。我们中国已经向全世界宣布，我们捕捉到了这个东西了。各位，包括我们中国神话传说当中的南天门，看新闻报道了没？2026年6月2号。中国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政府正式启动南天门计划。各位，这是神话传说当中的东西。我们中央电视台向全世界宣布，我们中国正式启动。所以，作为在座的各位，
可能你非常富裕，但是你的社会地位一定高不过国家领导人，对吧？那是绝对的。但是为什么国家领导人要向全世界宣布我们做到了，我们要开启蓝天门了？所以各位，既然我们来到这个如此殊胜的地方，请你以一颗非常尊敬的心来看待。所以请管好你们的手机相机，在这种地方不该乱拍照的地方，请勿乱拍照，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但凡是灌顶装造的佛像，我们是绝对不能拍照的。各位，人世间该有的忌讳一定要有的，你要没有忌讳，老天就要收拾你的。就好像郭德纲，你讲相声段子，你就讲相声段子，对吧？你要把红歌拿来改成乱七八糟的，什么紫禁城进不去，各位，中央政府是不是要收拾你？所以我们16位朋友坐在一辆车上，你们在彼此聊天、彼此相处，你们之前不认识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请远离那种很负能量的人？因为它会带来给你负能量的东西，也就会造成你身上的气运发生变化，走下坡。各位，这也是中国佛教、世界佛教讲的因果。所以你什么身边的人将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果？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如果我们能够遇到仁波切，如果请听好，如果放下你的所有偏见，要是你能求得仁波切，哪怕就摸一下你的头，你知道在中国在世界上有多少人想花多少钱，就希望仁波切能够摸摸你的头你都很难想象当然这个地方呢也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在这个地方，当然我是来修行的人，有的人呢是在这里做行者。如果我们今天有机会能够遇到行者，当然也是非常好的事情。行者可能是美国人，可能是尼泊尔人，可能是日本人，各位都很正常。如果你遇到的行者哪怕是日本人，你们不要觉得奇怪。比如在尼泊尔的第3大城市博卡拉的世界和平塔，就是日本捐资修建的所以各位都很正常那么因为我们2辆车是一起的，所以下车以后呢，好像1号车好像是在我们后面一点是吧？还是在我们前面一点？后一点。那我们就尽量一起。再次给大家算是提个小要求，想要了解真正的这些，不仅仅叫文化，各位，是真的是生活的本真，以及世间的本真、世界的真相的朋友，来到尼泊尔这个众神之国一定带好这个东西而不是带这个东西，一定是带好耳朵，仔仔细细的听，各位因为就算午门出现在你眼前，没有人跟你讲，你永远不知道这午门是代表什么意思，每个门有什么作用，包括你们在里面会亲眼看到中国有很多上市公司的老板也好普通人也好，他们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有供佛，在大殿当中，当然包括其他国家很多人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做供养，但是各位这个地方倒不建议你们供养你看人好多今天这个地方是搞义诊，和我们中国比较类似搞义诊的地方我马上就要到了，各位上去后很快就要到了。然后呢，请把你们的包全部放在车上，不要带什么吃的在随手车上拿在手上，因为上以后这些猕猴，如果你拿的是矿泉水，他不要你；如果你拿的是可乐饮料，你拿的是饼干，他要来拿你的。当然我们中国人称之为叫抢中国人称之为叫猴子要抢你的。但是呢，如果你是有懂得不知心的朋友，其实你也可以拿一点，但是最好不要让他跟你握手，万一把你抓伤了呢？在中国你进景区，猴子把你抓伤了，你会说景区负责任，你得必须赔我。对不起，在尼泊尔这个国家，如果猴子把你抓伤了，请你感到高兴，因为它是神猴。当然你也投诉不到说景区要赔你医药费，对不起，在尼泊尔国家，猴子抓伤了你，神猴抓伤了你，没有任何人会赔你医药费。所以各位，这就是跟我们中国人的惯常思维是不一样的。所以请你也不要去故意的逗猴子，好吧？
啊。那么今天呢，以佛教来讲，各位是文殊菩萨的开会日啊，文殊菩萨的开会日。其实就好像我们中国也有很多节日，比如植树节呀、54青年节啊等等等等。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你们是上网查得到的，一年365天，它可以过360个节日，所以每天都有各种节日啊。所以这里的人为什么内心充盈着幸福的感觉啊？生活就是这样，就好像我小的时候，只要一过春节，高兴的不得了，因为有肉吃，有新衣服穿，那人自然而然就要开心很多，对吧？但是平时我小的时候想吃一顿肉，可能半个月家里才能买一顿肉吃。我们更老一辈的朋友可能多多少少有点感受啊。就像70年代，你们家想吃肉，有肉票吗？对不对？你一个月能吃多少次肉？是不是这个道理？像阿姨，你们生活在澳门还好得多，对吧？我们生活在内陆的，有多少人70年代你想，天天吃肉，想都不要想，对不对？不太现实的问题。你看，好多猴子了啊。文殊菩萨头上的狮子变成了今天山上的神猴，所以在尼泊尔心中，各位，这猴子的地位都很高的啊。那么下次以后呢，先跟着人群啊，这个我们阿龙去买好票啊，买好票，所以下次以后呢稍等啊。这个地方呢，来各位请听好，也是你能够鸟瞰整个加都满都的地方。啊，你能够鸟瞰，也就是俯瞰啊，整个加德满都这个国家首都的地方，因为它海拔也蛮高。上面呢跟我们昨天看到的佛塔也是一样的，四方八眼慧眼，也就是佛洞悉世间的一切真相，只是他不能开口讲话。佛的思想是以什么？是以我们这样的人，是以大德高僧啊，把佛的思想理念传达出来。所以我们在看佛像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佛法到底是怎么样走进我们人的内心啊？对，1号车刚刚到啊，1号车刚刚到，来看看这边，看到没？这就是你鸟瞰整个，没事，上山多得不得了啊！这边就是整个鸟瞰加德满都的地方啊，各位。这个路是好窄啊！那每天上山朝圣的人多得很，真的是来自世界各地人来这个地方啊！看，再提醒大家一下，这是全世界最怎么样的地方？全世界最早的佛教寺庙就是这个地方，全世界最早的，也被誉为最灵验的地方。哦